印度想抢在中国载人登月之前完成探月计划，果然不出意外的出事了。大家好，我是肖印华。印度的短视和贪婪始终是其统治阶层绕不过去的门槛。就在最近，印度想要赶在中国载人登月之前率先完成登月探测计划，但与预期中一样，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其实这个事情还得从7月中旬说起。7月14号到20号，整整7天的时间，印度月船3号先后4次变轨，其中头3次变轨比之前失败的月船2号的数据还要糟糕。从火箭升空到入轨，第一步就差了32公里的高度。外界普遍怀疑这是印度的运载火箭有问题。当时一度有人认为这次的印度登月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然而在进入轨道之后，印度的月船3号4次变轨都非常的诡异，尤其是第2次变轨，相对于之前的高度偏差达到了1.3万公里，差点没把印度人给吓坏了。结果第4次变轨，也就是20号的变轨操作出现了奇迹，一次性把之前偏离的数据全部给修正过来，在印度国内引起狂欢。但是与之前的几次变轨相比，新德里反而在第4次变轨创造奇迹的情况下陷入了沉默，这一点根本不符合三哥的一贯作风，也因此外界一直在怀疑这一次的奇迹只怕是由他人来代替的。这个猜测倒不是没有依据，因为印度深空测控技术不足，唯一的地面测控站还是2008年建的，有一个11米、18米和32米的 DSN 天线构成。所以每次搞探月计划也是各种找人合作，就比如这一次是欧空局、美国国家航天局和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从这个合作方式来说，大概率第4次变轨根本不是印度来操作的，而是美国那边亲自出手操作的。虽然第4次变轨被印度国内吹得天花乱坠，号称是发生了奇迹，可印度一些所谓的业内人士却普遍的担忧合作方之间共享的数据存在隐患。例如是前几次印度变轨发生极其严重的误差，是因为欧空局那边地面测控数据有了问题，才导致月船3号差点脱离轨道失控。因为印度没有全球测控网络，精度计算这方面只能靠美国航天局和欧空局来完成。也不知道这个论调是为了甩锅还是确有其事，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数据出错，如果没法及时找到原因，对印度的这次探月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上次印度月船2号在月球硬着陆，就是因为数据计算错误，导致速度过快，没有办法调整缓冲的力度。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日本、以色列还是印度，美国航天局参与的探月计划似乎都很容易出现幺蛾子。网上一直有一个论调，怀疑美国登月当年造假，所以很多数据都是虚构的，没法用于重返月球计划。现在为了赶上中国航天的进度，只能靠参与这些盟友的航天活动积攒数据资料。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